Hello， 大家好，我是语言。在昨天，官方发布了这则公告，他们为了避免新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会遇到一些比较旧的老王国，会跟玩家出现差距的关系，所以官方做出了这个政策，全部第一次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都会默认报名英雄战歌。简单的来说，就是他们 K3 之后进入 K4 是一定打英雄战歌，你没有的选剧本，并且只会匹配到第一次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不会匹配到那些已经打过很多次的。此外，为了确保执政官们能够正常移民，同时避免大量移民涌入对王国造成冲击，第一次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他们可以招募到的移民只有150个人，不包括特殊移民。为什么官方要限制？假设官方没有限制的话，你的王国可以无上限招募到一些老玩家进来，这样官方的更改就变成徒劳了。明明他们就是要设计出来给你们独立，跟第一次打征服赛季的王国打。那如果你是无上限招募移民的话，一大堆旧的玩家全部集体移民进去那个王国，那个王国就跟旧的王国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还会吊打新的王国。所以官方限制移民数量是正确的，而且150个人其实还可以接受了，相当于一个联盟的人移民进来，比起 K2、K3 已经好太多了。K2、K3 只能移民各30个而已。可是下面有说到英雄战歌剧本结束后，上述王国即可自由报名所有征服赛季剧本，匹配范围扩大至所有征服赛季，同赛季移民名额将扩充为500人，也是不包括特殊移民。那官方这个说法也就等于说我们这些旧的王国也是跟着一起吗？毕竟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全部都在征服赛季了，也就是说我们也是被限制了吗？是的，没错，我们也是被限制了。假设只有限制新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他们应该会投诉官方了。但是这里面有写的特别清楚，是不是每个赛季重置？假设不会重置的话，你永远就只能招募500个玩家，500个满了之后就完全没有了。王国没有新血，也等于王国死掉。相信官方应该不会这么脑残啊，应该每个赛季结束之后会重置，希望如此。重点来了，官方已经限制了玩家，那官方会不会给国王批准？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我要移民 K2、K3 是马上就满人了。虽然现在移民是有冷却时间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一直连点，又或者是用同步器的话，还是一样可以移民进去。你们不要看到这里150个人、500个人好像很多的样子。假设有一些有心的王国他们想要搞你的话，是可以开很多个小号同时移民进去的。所以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希望官方他们可以交由给国王去审核哪一些玩家可以移民进来。很简单的道理，比方说我人在马来西亚，我要移民过去美国，是不是也是要经过同意申请了之后才可以移民过去呢？当地的政府不给我移民过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移民过去，对不对？为什么在游戏里面不能这样子实行呢？其实在之前官方有出过一个蛮不错的设计，就是有哪一些玩家移民进来，你是可以通过官方的邮件那边看到的。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算是不错，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审核，至少我们知道有哪一些人移民进来了。不过最后官方他们是移除掉，似乎是有一些特定的玩家去投诉说这个一直弹出来很烦，最后官方取消了这个功能。那豹哥有提供我一些截图他跟高级客服谈话的内容，他也是向客服提过这件事情，希望由国王去审核哪一些玩家可以移民进来。各位应该也知道他们在前不久收了一大批的 C2 移民，这一次他们开放移民还是让6个账号偷偷进来清掉他们的小号，搞到很多玩家不想玩，这个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啦。至于为什么他会知道呢？因为他们在 Discord 都是开关的方式，比方说豹哥他说可以进来的时候，他就马上开放让该玩家移民进来，然后再关闭。像是国王要求对方要1点移民进来，对方就要准时1点移民进来，他移民进来之后，国王马上关门，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避免其他捣乱的玩家移民进来。至于他们怎样察觉到呢？有可能在那个人移民进来的时候，他被占线了，毕竟每1分钟只能移民1个玩家进来而已。如果刚好那个时间他不能移民进来的话，也就是说他被人家占线了，可能是用这个方式来判断是不是有其他的玩家移民进来了，所以豹哥才写他们是用 DC 开关门，但是还是躲不过对方的连点器。就算清零了这些捣乱分子，他们的背包依然还有加速跟资源，豹兵回来后又有30-40万的兵力，又会再次清零他们的小号。客服回应他们也知道这个移民系统会有漏洞，会破坏原有的移民体系，所以他们会反馈给他们的团队知道，会考虑意思一样的回答。豹哥说如果可以让 R5 也就是国王批准每一个玩家将要移民进来的号，这样会更好，相信对游戏和每个王国都好，并且用国王审核的方式
国王还可以去看对方是不是农夫而让他进来，这样也减轻了移民官的工作。报哥还说，其实现在王国经历了4次移民后，征服第1次大部分王国都已经稳定了。这游戏非常消耗管理人员的精力啊，这个你们应该也知道了，没有人要做国王。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总有捣乱的移民。这个游戏有多少人弃坑都是因为管理太累，一部分就是捣乱的人太多，一般管理都是氪金的，到最后氪金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如果这个改动会包含所有小号，那么一些热门王国就会被脚本移民影响，一直卡点，哪怕你开门的一瞬间也会被卡。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设置上限，就设置小号申请。王盟 R4、R5 也就是包括管理员同意以后才可以自由的移民。由国王也就是 R5 同意的话，这个其实还可以，但是 R4 我觉得官方不太大可能这里豹哥想要表达的就是他们的仇人可能有很多可能有一些人想要去捣乱他们的王国的话，就会建立很多小号去捣乱他们，尤其是一些王国他们还有高科技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报复对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塞爆他的移民。可是现在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是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为什么必要传达给官方知道呢？虽然我不知道官方设置了这个上限之后是可以让国王去批准的吗？我还是同样的想法，未雨绸缪。如果官方他们没有设置，先跟他们表达，跟他们讲要有这样子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沟通，而不是等到官方他们出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又跑去骂。所以官方人员，你们在看我的影片呢，我现在是很理性的跟你们讲话了，希望你们听进去啦。希望他们可以慎重考虑移民更新的问题。他回复，我们会的，您们所重点提出的意见对我们来说非常大的分量。豹哥接着说，因为这个移民更新对玩家还有所有王国影响非常大，像某些王国已经压了战力，伤兵准备要招募移民了，结果某些玩家就建立了一堆小号移民进来霸占位置，甚至会导致到一些压战力压了很多的玩家选择弃坑。不要以为500个账号很多，比方说其他的先锋王国1254、1365、1093、1307这种人口大国，只要每一个捐献一个小号，特意去恶心某一些王国，那个王国就泡汤了。当然这里豹哥是打个比方，而不是说这些王国真的是建立了小号移民进来啦，因为在他们的王国人很多，玩家很多，确实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加上现在疫情好转，有很多玩家已经正常工作上班了，再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管理整个王国。如果官方能够改动的话，当然会最好，减少更多管理员的工作量。客服说这种事情确实是有发生的，为了确保这500个名额不会被滥用，他们也在积极讨论一个更优解的方案，就是让国王去审核啦，有很难咩？老实说，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跟官方讲了，有很多方法，就是他们不要选择我们的方法而已。就算我换位思考，是用官方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要让国王去批准。除了官方真的是要搞事情要恶心我们之外，我真的是想不到其他的理由了。除了正常的移民之外，公告里面也是有提到，你可以移民去同一个失落之地里面的王国，用比较少的移民令就可以移民过去了，并且这里有提到可以用国王批准。那我之前有说过，这个是万盟机会搬过来的，官方是已经出过了先锋体验版，我个人是有看过那封邮件，确实是要等到国王批准才可以。因为这个移民方式除了可以节省更多的移民令之外呢，它还有限制移民玩家的次数，可能官方自己也是担心有些玩家会随便移民进去，所以才交由给国王去批准。既然他们都已经开发这个东西了，为什么不要沿用上我们平时的移民呢？他们到底是在顾虑什么呢？那各位玩家，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先锋王国才需要这样子罢了，我们一般的王国都不用批准啊，并不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有这样子的系统，国王就可以去审核哪一些玩家可以通过，他就可以一个一个去审查是不是农夫而让他们进来，减少王国里面拥有的虚战力，也可以减少之后要清理的农夫。会反对国王审核的玩家，我觉得除了农夫之外，又或者已经是进入黑名单的玩家，我真的是想不到其他有哪一些玩家会反对这样子的审核方式。当然的，你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希望官方可以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还没有正式推出，玩家还没有去反对去抗议之前，反正我的想法是已经传达出去了，不要到最后官方又说我们没有跟他们沟通，只是单纯在抗议乱骂而已。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